孙中山先生革命11次才成功，你以为很多了吗？这个数字对于家电品牌 Dyson 来说可能是小意思哦。他们创办人呢，总共失败了5126次，才终于发明出了称霸吸尘器界的产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Dyson 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说到 Dyson， 很多人会想到他们设计感超强的家电产品，像是无线吸尘器啊、无扇叶电风扇，还有最近广告打很大的吹风机。其中多功能造型器呢，更在女性的族群当中引起了一阵热烈讨论。它号称使用者在家里轻松的 DIY 就可以像刚从发廊走出来一样。尽管售价破万元呢，还是吸引到了非常多的女性，就连不是主要客群的男性呢，也都略懂造型器的魅力。国外就有人戏称，如果有女生没有在圣诞节收到 Dyson 的造型器，那可能代表她还是单身。这种说法呢，在 IG 上面获得了将近3万个赞。但也有很多人批评Dyson 只是长得比较潮而已，很多人买来呢，只是想要打卡炫耀，根本就不是因为产品有多强。而且他们最近推出的抗噪耳机，还因为特殊的造型呢，以及逼近3万元的价格，被很多人嘲笑是在卖信仰。那到底 Dyson 是怎么创立的？为什么这么贵？还是有人买单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还是要强调一下这集不是业配，所以呢，我们先进一段真正的工商服务时间。今年报复性旅游的朋友超级多，大家手机里面是不是塞满各种出国时拍的照片跟影片？觉得不发在社群上面很可惜，但随便发又很浪费。今天跟大家介绍一堂很有帮助的线上课程——工薪剪辑术，有270万订阅的 YouTuber 讲师阿滴亲自传授剪辑秘诀，教你把旅游回忆和美美的出游素材剪成人人羡慕、超有质感的 vlog。那可能很多人听到剪片会想说，哈，好麻烦，我又没有买专业软体，会不会很耗时间？别担心哦，阿滴的这堂剪辑课呢，是为零经验的剪辑新手量身打造的，分享的是跨软体通用的剪辑心法，教你掌握长影片、短影音都应该要适用的逻辑节奏，并知道该怎么样加入音乐特效，让整部影片更吸睛，甚至有机会剪出在社群上面一炮而红的精致 vlog。9月入手阿滴的工薪剪辑术，还有限时优惠，马上点选资讯栏领取机省360的折扣码吧。1947年 ，Dyson 创办人詹姆斯·戴森呢，在英国出生，9岁的时候，父亲就罹癌去世。他在自传当中有提到，当时呢，他就像一条落水狗，在寄宿学校时呢，不只要克服离家的孤独感，面对同学的挑衅跟嘲讽，还时不时的要跟这些人打一架。戴森说，他当时对于未来充满迷茫，但也因为这个压力更加的努力学习。后来他在美术跟画画当中找到自我，考上了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在那里呢，戴森学到了设计与思考能力，也逐渐的发展出了对于工业设计的热爱。他发现光是产品设计的很好、很漂亮，并没有太大的用处，最重要的是产品要能够解决大众的问题。而这个想法也让他开始了第一个发明。1974年，戴森当时24岁，他在整理花园时呢，发现一般手推车的轮子是橡胶材质不止很笨重，还很容易陷入泥地里面。他立刻呢动起脑筋设计出了一款球形的手推车产品。他把这个轮子呢改成塑胶的球形不止使用起来更加灵巧，操作也更加灵活。这个创新的设计呢获得了很多的投资人的青睐。但当时的戴森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把推车的专利转让给公司。当时呢，公司需要大笔的资金来实现它的设计，但随着投资人投入的资金越多，戴森的股权呢却逐渐被稀释，而且他与投资人目标也渐渐分歧。戴森呢希望把这些资金运用在研发上面，其他的投资人呢却希望能够尽早获利。后来戴森因为股份变少，在董事会上面失去主导权。当公司董事决定要把公司变卖时呢，戴森投入5年的设计也跟着化为乌有。不过这个打击并没有让他一蹶不振，反而是他未来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经历。有一天呢，戴森在家里面用吸尘器打扫时呢，发现了一个问题他明明买的是最顶级的吸尘器，却因为集尘袋常常被这个灰尘跟污垢给堵塞，导致吸力下降。而且这种吸尘器呢，还必须要定时的更换耗材，对于消费者来说，不只是一笔支出也非常的麻烦。戴森就想到自己过去在发明手推车时候呢，曾经因为要把涂料喷涂在金属的框架上面，结果多余的粉末飞得到处都是，超级浪费。
所以他就参考了木材工厂里面的这个旋风集成器，自己盖了一个高7.6公尺的圆锥体，并且利用气旋跟离心力分离粉末跟空气。他心想，这应该也能够用在吸尘器上吧。于是呢，他就试着用纸板做成了气旋模型，绑在他的吸尘器上面，取代集成带。没有想到呢，真的达到了这个吸力不衰退以及零耗材的目标。可是这个看起来超赞的设计呢，市面上面的大厂商却都没有兴趣，因为当时欧洲的集成带市场已经超过了5亿美元，没有人会想要出这种产品呢来砸自己的脚。当时戴森很绝望，他花了15年搞到负债累累，才终于做出了产品，居然找不到厂商量产。而在这个时候呢，他接到一通来自于日本的电话。电话当中，日本的 Apex 公司说呢，他们非常喜欢戴森设计，想要邀请他到日本签约详谈。1986年呢 ，G4 吸尘器正式在日本开卖，虽然一台售价高达2000美元，相当于是台币6万元，但戴森的离心力设计，除了在日本国际设计展获奖以外呢，也深受日本主妇的喜爱，年营业额超过了40多亿台币。这些资金呢，为戴森之后反攻欧美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1991年，戴森终于有足够的钱成立自己的公司，并且生产出第一台戴森吸尘器 DC01。这台 DC01 也非常的争气哦，只花了18个月就成为了英国最畅销的吸尘器。2001年，戴森更霸占了英国直立式吸尘器市场的47%。不过戴森呢，并没有停下脚步，他找来一群工程师跟科学家组成的团队，持续的研发新产品，解决大众遇到的生活难题。他们先是研发出了方便清洁又不怕小孩摸的无扇叶风扇，后来呢又推出了全球市占率高达了1/4的无线吸尘器。在2016年呢，他们生产的空气清净机呢，更让中国市场的营收成长了244%。但最令人意外的是，创造出这些惊人成就的团队居然超级年轻。戴森的员工呢，平均年龄只有26岁，而且每年呢有高达40%的员工是大学刚毕业的新鲜人。戴森之所以喜欢用年轻人，是因为他认为缺乏经验是好事。当初他在发明吸尘器时呢，遭遇到最大的挫折是，所有的专家都说他想用气流把小于20微米的灰尘分离出来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以结果来说呢，戴森总共做了5126个模型之后，才终于做出真的可以运作的吸尘器。那如果我们客观来说，做这么多次才成功，几率上面确实趋近于不可能。但戴森认为就是因为自己缺乏了经验，才会想要不断的尝试各种想法。如果是经验老道的专家，很可能呢根本不会开始这一连串的尝试，更不会有后来的成果。所以戴森很能够接受失败跟犯错，但他也非常的重视在失败当中的学习。以他自己为例因为过去手推车的经验，戴森在创立戴森时呢，就很坚持公司要独资，他宁愿是自己的想法错误而失败，也不要因为听命股东而心有不甘。所以这一次，戴森很任性的把资金都用在研发上面，他的公司有1/3的员工都是工程人员。而且在2015年呢，光是研发部门，戴森就投入了46% 的净利。这个数字呢，比起竞争对手创科实业还有伊莱克斯都要来得高很多。在2017年，他们甚至每周会花2亿8千万的台币在新产品跟新技术上面。这些超强的研发费用呢，让戴森不断的推出具有独特性的产品，但也导致售价一直居高不下，甚至还发生因为售价太高临时喊卡的状况。N526这串字呢，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很陌生但对于戴森公司来说，代表了一个失败的教训。2014年，戴森呢想要开发电动车，但这个挑战没有像他们预期的这么简单。不到5年的时间，他们就投入了超过200亿的台币。最终呢，他们做出了一台名叫做 N526 的电动车，长度呢有5公尺内部可以坐7个成年人，而且所搭配的电池只要充一次电就能够行驶超过900公里，完胜当时续航力只有557公里的特斯拉 Model S。可是呢，当戴森计算完成本之后呢，他发现如果公司要能够稳定的发展，这台车的售价最少呢要卖21万美金，差不多呢是655万台币。但是这个价格高到连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接受。他认为呢，同样的钱，大家可能更倾向买其他大品牌的车子。戴森如果冒险加入，很可能会赔上整个公司。最后，2019年呢，戴森选择收手，暂缓电动车计划。不过，即使是戴森成功上市的产品，也并非大家都买单。他们近期推出的这个戴森 Zone 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Dyson Zone 是一款具有降噪功能的耳机加空气清净机。Dyson 宣称，他们结合了气流过滤、马达技术等等长达30年的专业知识，并且经过6年的开发，才终于生产了这款产品，希望可以解决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不过，大家看到产品外形后直接傻眼，很多人呢都以为这是一个愚人节玩笑，因为 Dyson Zone 的外观呢不只有耳机还有一个会遮住1/3脸的面罩。很多人都说呢，戴起来就像是电影《黑暗骑士》当中反派班恩的面具。导致呢这款产品在网络上面变成类似于迷因的存在。那虽然有人实际测试认为这款耳机的过滤效果其实不错，通勤上班呢闻不到平常会有的烟味、车烟，河边跑步呢也闻不到这个臭水沟味。但它又重又大的外形，除了很难带出门空气清净的功能在运作时，耳机还会听到机器运作的声音，反而会干扰到听音乐的功能。此外呢，其他的 Dyson 商品呢也同样有受过不少的批评，像是无线吸尘器就曾经被笑说吸力不衰退，但电池很快就衰退。无扇叶的这个风扇呢，则被说是又吵又不良的极乐商品。而且除了产品之外Dyson 本人呢，也因为言行不一，在英国社会饱受争议。过去戴森在英国的商界被大家公认是头号的脱欧战将，曾经多次的表示英国脱离欧盟之后发展会更好。没有想到2019年英国真的要脱欧了，戴森呢却马上把 Dyson 的总部从英国迁到新加坡。这行为呢让很多英国人感到很不爽，除了认为他是背叛国家的商人，还有英国议员呢批评说他根本就在公然说谎。过去戴森呢口口声声说没有欧盟英国会更好，让很多的老百姓也跟着相信英国要脱欧才会有未来。但戴森后来看苗头不对心里一收就率先落跑，让很多人都谴责他根本毫无诚信可言。而针对这些质疑，戴森则回应呢，搬迁总部跟英国脱欧计划无关，主要是市场考量，因为他们的产品的销量呢在亚洲占70%，又大多都在亚洲生产，那把总部移去新加坡可以大幅的降低成本，所以才会做出这个决定。在刚开始看到戴森的故事时呢，我们都对他的毅力感到很佩服。他在5000多次的研发过程当中，先是第3个小孩出生，家庭的开销变大，再来是老婆为了家计必须要外出工作养家，最后呢连房子都拿去抵押林林总总呢总共欠下了将近8000多万的债务。但戴森呢总是告诉自己研发就像他很热爱的长跑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呢会因为很多的障碍觉得没有办法继续，但只要忍受这样的痛苦，很快的就能够看到成功的终点。虽然这段经历非常的鼓舞人心但我们也发现这其实是属于少数成功者的故事。更多人呢在追逐梦想的途中，因为许多现实的压力而不得不放弃，根本就没有尝试5000多次的本钱。以这个角度来说呢，戴森的故事其实还占有非常大的幸运成分。我们认为会不会实现梦想，除了毅力之外，还有很多不可控制的因素，所以不能够只用结果来判断成败。那换个角度来看，或许不是每个人最后都能够成功，但我们觉得只要过程当中呢有持续的进步，那这些经验一定都还是能够留在自己身上，为以后的其他成功打下基础吧。好的，那最后呢，我们想来问大家，你如果是戴森，在面对电动车要不要量产上市的难题，你会怎么决定呢？当然是做而且还要推出全球50台的限量款，应该会有戴森迷买单。B 应该会跟戴森一样不做了，我觉得赌太大了。C 要做，但会先调降到成本价，先把这个投入的资金呢拿回来再说。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Dyson。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雅马哈以及三星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我依赖家人，阿嬷就像依赖中华电信。最疼我的家人，最挺我的中华电信。舞动精彩，共创未来，永远走在最前面。中华电信。